你这边整个真的肿起来哎！你看它的焦黑纱藏在耳朵后面，但我觉得这个跟下巴骨吃东西咀嚼有关。所以当我今天一直在大口吃东西的时候，觉得这个比较像是职业伤害，因为一般人我没有刮过这个东西。你读书的时候都希望你最好都不要有女朋友，你一毕业就希望你结婚。什么？这是什么要求啊？结婚，明年就直接抱孙？不可能！你在学生时代，你不让他们这样子磕磕碰碰的，你一毕业就要让他马上交女朋友，然后1年后结婚，后年生小孩，快点贵呀！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车祸啊？在这里？我没有车祸，我是打球受伤。哦，你是打球受伤，然后嘞，你不是说你刚刚吃这边有断掉？哎，对啊，韧带，就去救球，然后就摔断。你这边有跌倒撞到这个右边啊，而且我不知道。因为你刚刚是说打球你是怎么样断掉？哦，所以你除了手以外，有可能这边应该也有撞到，因为主要是你这一条，你有没有感觉到这边有一块？这里，这个是旧伤哦，这边直接是，然后屁股这边也有一块，这里，这边超黑啊，来帮我身体往前，你忍耐一下哦，这边它一整个是结晶带黑珠，你看我看到这一整排，哎呀，乖乖，阿公在跟我讲话了，阿公说差不多了，你的人生也差不多了，好，那你再忍耐一点，那个阿公来陪一下我们。舌腕一下哦，整片全部满满黑珠加结晶砂，这边是撞到的，这个我们就要涂柔砂油。你整个右半边啊，因为你有跌倒过的关系，右半边的砂在一开始刮确实是比左半边还要来的严重。我觉得比较严重会是这个屁股这里，你每次洗完一次，你就帮我涂柔砂油。后背我怎么涂？可以吧？你摸不到吗？开什么玩笑？摸到后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吧？来，帮你刮到摸得到啊？怎么样？有这种功效？对啊，要吗？不用，我不喜欢摸到。好吧，可惜了，可惜了，不然叫你大摸一下，差一点就可以摸到了。对啊，差一点啊，差一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两半边的沙土。其实我们刚刚在刮右边的时候，我们当下瞬间右边的沙其实是比较重的，尤其是在心肺这一块，然后或者是说肩膀、肩胛骨这一块。那主要原因是跟他之前打球然后跌倒这边我们韧带有受伤有关，因为那时候冲击力道比较大嘛，所以这有旧伤。那到腰的地方你会发现站起来就很明显，它这一块是非常的凹的。那一般来讲，如果这一块很凹的话，我们会先去看对方会不会肚子比较大一点点。那如果说肚子比较大的话呢，它就比较容易挺出来，然后挺出来的话呢，它的腰就会拱起来。我肚子算大吗？现在小很多了。OK， 对，我觉得还不错。接下来再往下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右臀的上半部这边的沙很重，这里全部。然后我们刚刚在刮的时候，它是直接黑珠跟结晶慢慢浮出来。那这个沙呢，跟之前我觉得可能跌倒或是整个侧半身整个重击，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刮右半边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沙比较重，左半边我觉得就相对还好。那整体来讲，你今天只要是你希望透过刮痧增加血液循环，那你的沙全部都会偏向这种粉红色的，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沙土。哦，所以我这样算还可以，这个沙样。OK， 就是正常发挥。他的体检报告确实，刚刚有问一下，好像只有体重是红字以外，其他也都还好。对。所以以整体的沙土来讲，你就会发现，其实蛮干净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刮前面。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已经把我们玩哥的背整个刮完了，我们现在要来刮前胸。然后今天加码，因为我就跟玩哥讲说，你来都来了，你这个内旁边这个腋下，要不要一起刮？刮爆它。对，那我就要继续开始了。我先刮脖子，脖子这个地方啊，我觉得一样有点小小的肿肿的。耳朵基本上我觉得，其实你耳朵很漂亮，耳朵好像快掉下来了。没有，它一直都在。啊，你这样刮头不要了，头还在，好痛哦。对，会有点痛。对，然后再来这边啊，然后我换个盘。你现在啊，应该会觉得身体比较轻松一点，但是你等一下回去，你自己开车。对啊，那你要小心，我怕会想睡觉。等一下，这个东西是可以的吗？啊，可以。这个东西有点痛哦。对，还有这里哦，这里来了。而且这边还只是你的左肩，拿右肩会更痛。还可以吗？快不行了。好，那我们再来前面，锁骨很痛，等一下，要出来。好，还是我们就先拍
半年来只刮后背，会发现。但是这边刮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其实你会很痛，是因为重训啊，因为重训一定会做胸大肌，你会发现其实你的肱骨头都已经被胸大肌往前抓了，所以接下来在练的时候，其实肩膀应该会有点不太舒服。你刚刚那个手骨快死了，这边等一下也是哦，这里也是，这边再一下。好，这边整个肩膀啊是走焦黑纱，那这个是在一般重训有在做扛重的人就很典型的，抱小孩其实也算，电脑包太重，工程师也算，这边也会有点痛，肌肉都已经有点很硬的状态，所以我都会抓，再加一点的柔砂油，柔砂油会让它沙退的比较好。然后你回去你就是这样搓，刮完痧之后要热敷跟按摩，你是不是有点呛掉？快不行了。那你女友对于你重训就是减重这件事情，她有觉得说，宝贝，你真的是越来越瘦这样吗？好像也还好因为跟他在一起之后，我体质期了，就跟他看到其实差不了多少哦。对，可是他看到以前的影片，会觉得说你以前怎么那么胖？我谁？我疯子！所以他有觉得，其实现在的你跟以前还不认识的你，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他说如果是以前的我，他看到可能会有点怕怕的，太大只了，他觉得太巨了。那你们现在这样交往多久了？10个月吧。那你觉得有女朋友的感觉怎样？你这是第一次交女朋友？第一次交女朋友，非常enjoy，好不好？交往这件事情有跟你一开始想象中的是一样的吗？还是其实不一样？是跟我想象中的应该算是差不多了，幻想中的样子应该是差不多。你这边肿起来，我这边肿起来了。对，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变胖了吧。这边一定要刮出来。你这边整个真的肿起来认真一下，就是平常刮痧都是这么痛的吗？有问题都会痛啊。对，你看它的焦黑纱藏在耳朵后面，但我觉得这个跟下巴骨吃东西咀嚼有关。这边是下巴骨，但下巴骨到这边其实一样是我们的肌肉附着。所以当我今天一直在大口吃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跟吃东西比较有关，因为你吃的东西都超大的，有时候要咬一个超大的东西，或者是进食比较久，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职业伤害，因为一般人我没有刮过这个东西。刮后面会让你很有精神，但是刮到前面之后都一样痛，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后面刮完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很有精神，因为代谢变快了。可是我们刮到前面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疲劳感会一直在释放出来，都还好哦。还可以。会不会头晕？不会，真是条汉子。我刮前胸哦。我想要问你们家对于你拍 YouTube 影片的想法是什么？一开始是不太能接受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们觉得你还是好好去工作好了。所以红了之后，开始会变成新闻版面，有可能会看到你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是会让你很不舒服的吗？还是不会？我其实就觉得还好啦，就是自己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都要注意这样。对啊，尽量不要是一些负面的新闻，我大概都还能接受。好，那我们现在左半边刮完了，我觉得都是一般正常重训的痧。那我现在要开始刮右半边，那右半边这边有伤疤，我会一样直接刮它，但是会再敏感一点。你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受伤？大学还是大3的时候吧？救球这样子。对。所以你韧带断掉跟撕裂之后，你有手术？我去当地的医院，他说要开刀，我说怎么可能？我先回家睡一觉再说。所以叫隔天去大医院看，你这个要开刀。我说哦，好吧。既然2间都说要开刀，那就开一下好了。我后来觉得被我刮到都是缘分，我是相信有刮痧之神的人，请他来救我一下。他在救你，他在救你，我快不行了。来，我让他再多救你几下，这样很救吧？那还是先回去好了。女朋友是圈外人，但你们出去约会，难道不会被碰到吗？会啊，那我觉得其实粉丝都知道啊，可能都知道我女朋友也知道我没有让她露脸，所以大部分他们也没有到真的很白目说po 上说10万女友长这样，因为大家好奇心嘛。对，但我觉得他们的最后一道线有守住，就是没有公开于世这样。我女朋友就说。我头被我拍得很丑，我说你不用担心，那一定是很丑的。这样子随便抓一个角度，你觉得她是能漂亮的吗？开什么玩笑？你以为摄影这么简单啊？你好会安慰人，所以你女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笑的人吗？我女朋友偏搞笑吧，环岛帮他们看到就觉得那女朋友讲话也蛮北蓝的。她说跟你差不多难怪你们2个在一起了。哇，超黑的你这是胸有大志没有我爸对，黑不好，黑不好黑不好，很酸哦。前面是给别人看的，通常如果说你对外有时候会受伤的，那就会在这边跟在2边。那因为我们这边算轻带，可是你的好处是你是刮得出痧的，就是刮得出痧的人啊，痛对，很痛，我知道。
道，这种也是偏焦黑沙。焦黑沙比较不会在前胸，因为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沙肿，就是除非说被车撞到很大力的一个跌伤，才会比较有可能。可是因为你是在正胸口，所以这个比较不像，而且你是直接一条线在这里，你又不是一整片。对，你有什么想法吗？带给别人欢乐的时候，自己还是要跟自己对话。等一下，这个呱呱，我怎么感觉有时候你在讲都讲的是很心理层面的？对啊，对啊。所以呱呱不是讲那个生理层面，是讲心理的多。因为你身体说实在话，就是我的力道还没有可以下去到很全部，因为我们身体会骗不了人嘛。我会把人分成大脑，然后身体跟内心的情绪。那我们的身体粒子特性嘛，那它会比较记载的是你这辈子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它会带有某一种天命，某一个关卡这样子，可能今天就帮我挡掉很多煞这样子，这辈子要的承重都在今天先都在这里，都在这里，对对。我觉得也是个 timing， 或许你现在就像一开始我问你的说，你其实过去比较没有跟自己对话，那或许现在可以开始对话。那开始对话完之后，才会有一个期待嘛，你是很活在当下，也很支持朋友，然后也觉得每一天的开心很重要。但接下来你会慢慢找到为什么你是特别追求快乐这件事情，因为快乐其实是很消耗能量的。人潮走了之后，其实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失落感的感觉。这边有一条，这条筋我想要帮你刮出来，因为你刚刚在用力的时候，这一条全部都绷紧，这样可以吗？就这一条，就这一条，就这一条，超深的这一条，在旁边，这里，在这里，整个出来了。回去你再咬咬看，所以以前可能一咬到就是可能觉得很酸或什么的。OK， 现在可能会好一点。我们接下来还有你的躯干，还是我们来拍一个，就是不用躯干半年会发生什么事？好，那我们现在左边刮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右胸来讲，在肩膀这边呢，因为有摔倒，然后有脱臼，然后韧带断掉3条，后来开刀有一个伤疤。这边再往上，然后连接到我们右边耳朵下方的这一条，都是因为它后来在这边的肌肉是比较紧的，所以当它今天在运动的时候，这边就会整个拉扯到。刚刚我们在刮右边的时候，舌腕只要一个动作，这边都有一条筋就会浮起来，跟它的右边肩膀有关。那接下来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会觉得是在这里。那这个地方又跟刚刚腰是比较不一样的，这里这么黑，它刚刚已经有点到焦黑，然后在前胸，这个通常会跟心情会比较有关系。心情啊，对，因为如果说你这边焦黑，对不对？这边也焦黑，那它就会走完全肌肉类型。那这件事情就会，例如说我重训练到哇，整个肌肉整个撕裂啊，然后肌肥大，但是你会发现这边特别黑，但是旁边还好。那在这里的话，就会比较偏向内脏的情绪。你确定它不是太痛吗？它前面会用痛去带，然后我一直觉得疼痛是让我们的灵魂跟身体做一个很好连接的方式。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来刮内内旁边2侧，没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刮2边的侧背。好的。那我现在呢，让我们的丸哥就是直接躺平，然后我要去处理的是他的胸部旁边腋下这一块。就怎么会多这2块？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这边有条线，你会发现他的胸部下方一直到他的侧边腋下这里，这边有一条线。你只要有这一条线的勒痕，你今天你的腰跟你的腋下血液循环直接断掉，对，断掉，然后没有。会有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太胖吗？对，你可能在瘦的时候，因为皮没有完全很紧嘛，所以它就会垂在旁边。那垂着，它就会开始有一个痕迹，它就会阻断掉你这边的血液循环。そうです。那不畅通的情况下，它就会大者很大。那我这边会帮我们的丸哥去帮他刮红，让它畅通，会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但应该还不至于。我有点痒。有点痒。好，那这样呢？但还是很痛，很痒。好，吐气，嘴巴吐。这样子，你知道痒痛的吗？我知道。但开始是痛。开始是痛。等一下，好，等一下。OK， 等一下。我感觉有一个东西被刮坏了。没有，我跟你说，这个连沙都没有出来，这条很痛，我让它红就好了。好 ，OK。这条很痛，我知道，因为它就是平常勒住的地方。好，我现在刮肚子，肚子应该还好，还 OK 吗？这样呢？什么？是痛还是痒？怎么在哪里？我在哪里？我们这边呢，其实我都刮很表浅，因为我还没有碰到。可能内心都崩塌了。对，是内心的。你做自媒体，前面难道没有受伤吗？就是例如说，你看到一些酸民的言论，该可以啦，就自己。你是会走心的人吗？
我不会，我还好啦，自己消化掉。那你通常都是怎么消化？怎么消化？等我一下。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为了酸而酸嘛，这种就比较好消化。反正我就觉得我怎么做它都会酸的话，那我就比较好消化。但有些问题可能是，可能真的有这个状况，那我可能就会吸收进来。我想说，哎呦，那他今天会这样子讲的话，可能在提醒我，这边有点痒，有点痛。哦，好。对，可能真的打个比方好了，好，你说，像是之前他可能纯粹的酸说这么胖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我就觉得对我本来就胖，然后这件事就也还好，就可以吸收这样子。可是如果有些人打的就是胖不好啊，对身体很不好，他是真的喜欢我的，那他是希望我可以有个健康的身体，对，他是为了真心为了你好，对，然后对未来的拍片的什么也比较好的话，这种东西我就会吸收进来，然后我就开始审视一下，然后消化一下，然后我就想说，到底该不该做出改变，所以就是类似这种那种面向。所以你其实也是会，很想要扛得住每一个人对你的期待，然后很想要把欢乐带给大家，就希望大家都不要失望。那你有曾经有一些留言，就说我原本以为蛇丸怎样怎样，可是没想到好像透露出他有点失望的那种感觉。对，还是会有遇到啦。可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是，我觉得广义上这件事是对的，广义上社会的认知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是错的。那我就会觉得本来就没办法去满足一个人，对，总是会有人让我只能以最大程度去满足大家。那当然有些人觉得不开心不满啊，想上来发泄一下，我觉得我都是可以接受的。那我就会看一看能改我尽量改啊，不行就算了。今天这样刮我自己的，从你的身体，然后还有各种相处，我会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啊，真的假的？你其实会很 care 很多人的感受，或者是你合作对象如何。我很在意大家的感受，我希望大家都是舒服的。大家都是开心的，就是你带给大家欢乐的同时，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你其实是让大家很开心之后，那顺顺的可能就不用太看得到我的部分，有点想要把自己藏起来。我是可以无我的境界，你知道？对，我是可以你们开心我就开心，我可以不用在乎我自己的感受，也不是说不在乎自己的感受，因为前面讲的我开心是因为你们开心我开心，就你的开心是建立在大家的开心。对，而不是说今天我开心了，你不开心，或是有人不开心了，就算只有一个人他不开心了，我就会觉得真感觉不对，找出一个平衡点，让大家都开心。如果没办法，那就是分开约，冲突到对不对？可能冲突到这样才会开心，那样才会开心。可能今天想吃咸，明天想吃甜，那就只好吃咸的时候约你，吃甜的时候约他这样子。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喜欢你也是因为。你像我这次要来拍你，然后只要别人知道，大家都说哇蛇丸呢，他好好笑，他很孝顺。对，他真的很好笑啊！他就说每个人都会直接说他很孝顺，就是该做的事情做好而已。自己就像你一开始所说的，就是让阿公，就是因为他也带着你长大，然后在阿妈之后。你真的是能够陪的，然后你可以给的，没错，那你也都给他了，所以没什么太多的遗憾。没错，全部都给他了。对，那你这样交女朋友，你们家的人会担心吗？会想说我们家蛇丸会不会那么很善良，会不会不会带坏？之前一直没有教他们才担心。其实我们就是很传统的那种家庭，你读书的时候都希望你最好都不要有女朋友，你一毕业就希望你结婚。什么？这是什么要求啊？然后一结婚，明年就直接抱孙。对他们都想得很完美，不可能！你在学生时代，你不让他们这样子磕碰碰的，你一毕业就要让他马上交女朋友，然后1年后结婚，后年生小孩，快点贵呀，对不对？没有感情基础是不是？以为是活在什么年代？阿公那个年代阿公那个年代就很猛。阿公说结婚前婚纱拆的那一刹那都没看过阿嬷长这样。真的假的？他们说哇，他们是拆盲盒他们以前好筛选，最多就是看照片而已。哇，他说看照片照片那时候照片又没有很清楚，以前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现在交往的感觉，就是以前他们就只是结婚，对，就等他们我们交往几年，他们就是结婚几年。然后以前人可能也不会说轻易说想要让各自都轻松这种想法比较没有，他们可能下去就下去了。对，就觉得没有离婚这件事情在他们的字典里。没错。慢慢的啦，然后这次刮完之后，就希望整个会越来越好。所以我现在帮你把两边从扩背的地方，我这边其实都有刮热，这边都是一点微红的。没错。那只要带到这样子的情况，基本上我不想要你杀太多出来，因为你退杀其实会很耗你的体力。那因为我后面已经全刮，所以这边我的计算我就会保留，就是让它红红的，那血液循环只要红，只要有热，血液循环就有开，那这样就好了。那接下来就是灌大量的水，那去让你的血液循环继续跑，因为喝水跟没有喝水，当然有喝水会比较好嘛。再来
你如果持续运动，然后看你啦，我真心建议1到2周。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持续这个延续这个效果的计划的话，1到2周就要刮1次。那原则上3个月内，你会发现你过去卡关的地方，3个月直接突破。哦，真的假的？对，因为你很努力的训练，所以我才敢这样说。好，那你今天刮痧初体验觉得怎么样？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痛啊，这么痛是正常的吗？好啦，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蛇丸来到我们的频道，那也满足了大家对于透过刮痧搭配训练跟体控哦，然后做得更好。希望大家可以从蛇丸的身上学到满满的刮痧。没错耶，大家刮起来，如果需要的话约起来，我们北中南都有据点。你刮吧。对，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下次再见喽，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慧君。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你很好奇你自己的痧图如何，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我来学刮痧，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一起刮痧护家，用爱刮痧哦。